美国国务院网站上月初曾更新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悄悄删除了不支持台独、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重要表述，引发轩然大波。不到1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再度对该清单进行修改，又悄悄加回了美国不支持台独表述。美方删删改改，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来看看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周五报道称，美国国务院网站上月第2度更新涉台内容论述，放回不支持台独等表述，明确指出美国对台做法数十年来维持一致，跨越历任政府。同时被加回的文字还包括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期待两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表述未被加回。外界注意到，美国国务院此番悄悄更新美台关系现况论述，是在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中国政策演说2天之后。布林肯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强调美方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盼透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以不具名方式告诉媒体，再次更新美台关系事实清单，目的是为了呼应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说的内容。其实坦白讲，这么长久以来，美国政策其实没有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基调就是2个，一个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第二个就是反对台独，要竞争不要战争。所以它的基调这样子建立了以后呢，他有时候在战术上会做一些微调。譬如他每次如果发现说，拜登的讲法有超越了这个所谓的红线了，那他们就要再拉回来。也就是说，战略的目标已经确定了，战术上可能可以灵活，可以务实，但是不能离开战略的基调。美国国务院上月5号在其官网更新所谓美台关系事实清单时，删除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以及不支持台独等措辞。除删减之外，还增添了一部分内容，包括美国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其指导原则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所谓对台6项保证。此后，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相继谴责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并敦促美国政府停止任何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美国国务院玩弄文字游戏也引起美国记者的注意，因为中方早已多次画下红线，美方突破红线的做法将导致地动山摇。美联社资深记者马修里就直接在美国务院新闻简报会上反复与发言人普赖斯进行确认。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change in policy towards Taiwan. Well, there's been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All we have done is update a fact sheet. So why was it updated? I also know that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aiwan is going to get Beijing's attention. So why now? Why was the decision made to change the fact sheet? Our fact sheets are regularly updated. I think we care most about ensuring that our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are reflected accurately in our fact sheets. I don't think we're as concerned as to what other countries might latch onto.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美国国务院加回了不支持台独等表述，但保留了5月写入的对台军售表述，声称美国将提供给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所需的防卫物品和服务，并新增美国将维持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用其他形式压迫、危及台湾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行为。即将参加6月中旬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防长奥斯汀日前也就对台军售大放厥词，他声称将扩大供应台湾的武器装备，并协助训练军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予以严厉驳斥。美方应该做的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美国的武器的外销，或者对外的这样的一个，不管你是援助啦，或者你出售，真正决定了那个力量是在哪里？一个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一个是在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来讲，你是没有决定权。拜登上任到现在，基本上对台湾并没有重大的武器出售的项目。目前陆陆续续在交货的，还是川普时代做的决定，拜登自己并没有。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深陷政治幻觉，做起了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黄粱大梦。红隼是台湾常见的越冬猛禽，岛内研发制造的红隼反装甲火箭重5公斤，口径66毫米，射程400米，穿甲厚度40厘米。民进党当局此前也曾多次自夸红隼火箭战斗力强悍，吹嘘能从正面击穿坦克的装甲。去年4月，一份台立法机构的报告显示，台军方已经部署约300具红隼火箭弹，并已在防区每季实施的实弹射击中验证性能。蔡英文其实你去看他的任内已经是6年了，他花最多的时间不是在经济，不是在财政，也不是在对抗这个所谓的 COVID-19 的病毒，他花最多时间在军队上。他喜欢那种感觉。他到军队里面去，大家鼓掌欢迎，把场面摆得很壮观，然后记者都来采访，他喜欢是那种感觉。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周4启程赴美，在美行程10天。按照朱立伦的说法，这是一次政党交流，重头戏是重启中国国民党驻美联络处，告诉大家国民党回来了。预计在美期间，朱立伦还将提出以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为基础的所谓新论述。此前，国台办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相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周4上午搭机赴美，停留城市将包含旧金山、华盛顿特区、纽约和洛杉矶。随行成员包括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国际部主任黄介正、国际部副主任翁胜博、文传会副主委林嘉欣等人。去年底重新接掌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原本计划今年初访美，因疫情等因素延宕。台媒报道，此次为期10天的在美行程也安排得满满当当。拜访一些老朋友，包括行政部门、国会，还有智库、学界。他在桃园机场向媒体表示，此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替国民党驻美联络处揭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国民党重返华府，然后我们驻美代表处正式揭牌启用，让很多美国朋友都知道，随时可以在华府找得到国民党，也听得到国民党的声音。台媒报道称，与朱立伦一同赴美的中国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已经被确定兼任国民党的驻美联络人。台媒报道，朱立伦将在华盛顿亲自主持国民党驻美联络处的重启，象征着国民党重返美国。国民党曾于2004年与亲民党合作，在美国设立国亲联盟办事处。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关闭了该办事处。黄介正说，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处理两岸关系所必须的战略杠杆。当天平已经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大幅倾斜时，情况更是如此。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目的是更好地向华盛顿政策界传达国民党的立场，澄清错误信息，并与老朋友共叙旧谊，同时结交新朋友。台媒认为，朱立伦即将重启驻美联络处，在国民党看来相当具有紧迫感。2016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调整两岸政策，国民党的论述不敌为了反而反的民进党。2020年，国民党未能夺回政权，民进党政府进一步对美唯命是从，包括进口瘦肉精美国来猪等。国民党去年发起反对进口美国来猪，令美方不悦。党内媒体分析，朱立伦想通过此访以及设立驻美联络处，修复与美方的关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朱新明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认为，朱立伦此次赴美其中一个目的是，他要让大家知道他跟美国有对话的空间，美国也认可他的亲美政策跟立场，加上要去为国民党驻美联络处揭牌等动作，都希望累积他在国民党内个人未来的政治能量。所以民进党一直在做这洗脑工作，说国民党是有危机感啊，就认为说我做党主席应该去跟美国人见面，跟他们解释，国民党跟民进党斗争的主战场是在台湾啦，不是在美国，不是在华府啦。你要在台湾打败民进党，选举赢了他，打败了他，好，然后赢得台湾人民的支持，这个时候美国自然会来跟你改善关系啦。好，所以美国政治是很现实的，你现在做一个在野党，你现在想去讨好美国人，
美国人不会因为你党主席来一趟就对你很好了，这是不可能的。岛内媒体注意到，朱立伦选择的行程与此前他为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所安排的行程基本一致，这也是他时隔7年再次到旧金山。作为此行首站，朱立伦抵达洛杉矶后，首先到访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随后来到旧金山圣玛丽公园的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意。1904年，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到旧金山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先后组建了15个同盟分会。1906年3月正式成立的美洲同盟会总会，地点就在旧金山。在傍晚出席侨宴后，朱立伦一行搭乘夜班飞机前往华盛顿特区。有观察指出，朱立伦此访是对他的重大考验，他必须向外界证实他能给国民党带来好处。他们介绍，朱立伦一行将拜会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行政部门，以及美国国会2党议员，并与智库座谈。先前，朱立伦曾放话说会见到拜登的智囊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并称该见的朋友都会见到，最重要的是针对于印太、两岸、台美合作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此外，朱立伦还将在布鲁金斯学会进行公开演讲。即将上任的驻美联络处联络人黄介正此前受访时提到，朱立伦将提出以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为基础的所谓新论述。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首站旧金山举行的国民党访问美国代表团记者会上，朱立伦表示，国民党促进两岸和平交流的立场与美国政府，尤其拜登总统的政策一致。国民党除了长期以来的亲美立场不变之外，也希望透过两岸不断沟通协调的交流管道，避免战争与冲突发生。朱立伦还提到，如果2024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也希望台美关系不断提升，但强调不会只依赖台美关系，在区域安全和两岸和平上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朱立伦强调，国民党是和平促进者，不是麻烦制造者。台媒关注到上月中旬，岛内曾传出国民党将改变亲美和中路线为全面亲美。朱立伦当时回应称，不知道这声音从哪来，国民党从头都是希望两岸能够稳定交流。随行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此前就表示，此行将协助美方正确判断台海局势。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朱新民在接受中评社采访时提到，朱立伦曾强调两岸对抗氛围严重，而蔡政府又不愿和大陆对话，也没有对话的可能，国民党更应该成为两岸的资产，或是两岸对话平台桥梁。而两岸完全对抗其实也不符合美国利益，从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中明确提到不支持台独就可以看出。朱新民认为，朱立伦此次赴美也是要让美方去了解接受国民党成为两岸的资产这件事，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台湾利益。台湾不能够也不需要成为中美全球竞争跟台海冲突当中被牺牲的棋子。朱立伦必须要能把这些观点向美方讲清楚。以美国的战略的观点来看的话，对改善两岸关系是没有兴趣的。这个政党会愿意全力配合美国人的。这个政党呢是美国要求你采购什么，你就比较愿意配合了。那这个当然是民进党了。对美国来讲，就是说，民进党走这个政策，目前的这种反中的政策，是符合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对于朱立伦赴美等相关话题，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此前就曾应询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我们同中国国民党互动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我们相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抵美访问，并将发表演讲，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在当前岛内蓝绿政治斗争仍然激烈，两岸关系处于冰冻状态，以及中美关系敏感复杂的大背景下面，无论是朱立伦的这次访美行程，还是国民党的未来对美政策，都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穿行。这一点我们从朱立伦访美前岛内蓝绿双方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朱立伦动身前，民进党突然摆出了兴师问罪的姿态，其新发言人谢佩芬提出了4个尖锐的问题，要朱立伦坦白交代。其一是为什么要反对美国提升对台官方交往的层级？其二是为什么反对美方提升对台经贸关系，尤其是要反对进口美国牛肉？三是为什么要支持中国大陆提出的以一国两制为核心的九二共识？
试试为什么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按理来说，国民党与民进党是岛内平等的两个政党，同时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双方的事情。民进党既没有权利居高临下对其发出审问，更不能狗拿耗子代替美国多管闲事。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民进党是不是在拜登政府的授意下替代美方对国民党兴师问罪。同时这4个尖锐的问题也反映出民进党已经把对美关系当成了自己的专属特权，压根就不允许国民党插足与人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进党发出责难之外，国民党内的深蓝势力也是毫不客气地对朱立伦提出了警告。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在朱立伦动身访美前，深蓝势力的代表人物张亚中专门在岛内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朱立伦向美方递交投名状，尤其是反对国民党替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效力。这些都意味着，对于朱立伦这次访美以及未来的国民党对美政策，不仅前面有民进党以美国代理人的身份在兴师问罪，而且后面有深蓝势力在围追堵截。那么这也说明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并不是国民党想跟美国搞好关系，想用热点就贴美国的冷屁股就可以贴得上去的。接下来国民党不仅要看美国的脸色，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党内深蓝势力的反弹。反过来，在当前岛内绿大于蓝的政治生态下，假如国民党一味地讨好深蓝，搞不好跟美国的关系，那这条重新夺回岛内执政权的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遥远与漫长。而拿不回执政权，只能做永远的在野党。那这样的国民党对于岛内、对于两岸关系、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又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些不仅值得国民党深思，也值得深蓝势力以及大陆民众来深思。美国国务院网站第2度更新有关美方与台湾关系的内容，重新放回了"我们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您对此如何看？我还是坚持认为，美方早前删掉"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美方就亮明了支持台湾独立的态度。因为只要美方还承认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历史性文件，以及公开承认一中政策，它实际上就意味着美方是不支持台独的。而美方有关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只不过是对这个立场突出强调与肯定而已。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方早前删掉"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他们不仅在一中政策上采取了模糊化的立场，而且在台独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的模糊化立场。它很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解读成美国并不反对台湾独立，并进而向岛内的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鼓励台独势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认为美国国务院网站重新放回"我们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还是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正面意义的。首先，他再度以非常明确的态度堵死了台独势力的出路，可以让他们打消幻想。其次，台独才是台海未来爆发战争的唯一导火索，因为根据中国大陆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只有在出现重大台独事变时，中国大陆才会被迫以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因此，美国重新亮明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是有助于消除未来台海爆发战争隐患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中，曾经将去年拜登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3板斧，也就是竞争、合作与对抗，给砍掉了最具挑衅性的对抗这个板斧。那么现在继布林肯在演讲中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之后，美国国务院又再度把这个表述放回了官方网站当中。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些都意味着拜登政府
正在对中国释放某些善意。接下来我们需要密切观察，这是不是中美关系即将部分破冰解冻的一个前兆。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一季度 GDP 下滑1.5%，4月通胀高达8.3%，企业运营成本猛涨，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大企业纷纷大举裁员。面对美国舆论越来越大的要求减免对华额外关税的呼声，白宫近期也频频释放信号称正在考虑。有美国媒体曝光，拜登政府分裂为支持和反对降低关税两派，互不相让，甚至总统拜登也无法做出决断。这种情况是美国史上罕见的。反对削减对华额外关税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就声称，所有选项都在桌上，这又是什么意思？来看看分析。据路透社消息，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周四透露，美国政府的选项包括关税减免和启动新的贸易调查。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现在正专注于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长期挑战，并寻求制定一个真正合理的关税结构。深圳卫视注意到，特朗普时期针对货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进行了301措施，将于今年8月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月宣布对清单上的中国商品进行复核。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how we address our short-term economic needs, but our eye must be on the ball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ne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lign thi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戴奇强硬表示，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美国要有战略性。但美国财长耶伦针锋相对地表示，整套关税措施基本不具备战略性，因为买单的基本都是美国民众企业。反过来，这些额外关税又加入生产成本，进一步削弱美国商品的竞争力。这也从市场经济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开打关税战后，中美经贸却创下历史新高的原因。《纽约时报》当时指出，鉴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分法带有较强的对抗性，戴奇的表态意味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主张大规模削减对华额外关税。报道还指出，戴奇的观点与主张降税的财政部长耶伦等人相反，这意味着白宫内部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政策分歧。实际上，由于经济下滑和通胀高企，经济学家更担忧美国处于滞胀的早期阶段。美国商界和舆论呼吁拜登政府降低关税来挽救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华盛顿邮报》周一就发表题为“是时候取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了”的社论，直言不讳道，对数千种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留下的诸多烂摊子之一。特朗普的贸易战可谓一败涂地，除了导致美国人的支出增长和激怒中国以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早就该结束这一局面了。该报还建议拜登要由强硬的对待中国转向聪明的对待中国，而取消部分额外关税就是聪明的做法。但是拜登本人似乎无力弥合白宫内部经济政策的分歧，而是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I'm telling you, we're discussing it, and no decision has been made on it. 此前，美联储以史上最强加息手腕来试图抑制通胀，但华尔街股市以暴跌回应。美国商界也怨声载道。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批评，加息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破坏性因素，再加上通胀以及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他警告美国经济将刮起飓风。美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 下滑1.5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企业利润也创下2年来最大降幅。微软、奈飞、推特等多家美国 IT 巨头顶不住压力，开启大规模裁员模式，而实体经济情况更糟。据路透社报道，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五在一封内部邮件中下令停止招聘，并预计将裁员10%，多达1万名特斯拉雇员将失业。事实上，特斯拉裁员早有端倪。2天前，马斯克就下令员工必须返回办公室，并且每周在岗时间不能少于40小时，要么辞职。他还说，否则特斯拉将破产。目前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呢，对俄罗斯发起了空前的经济制裁。这种经济制裁呢，当然对俄罗斯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对美国自身的经济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拜登政府呢也希望通过缓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能够呢对自身的经济压力有所缓解。这也是拜登政府目前呢他的一个重要考虑。
据美国知名财经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5月的测算，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将使美国通胀率下降至少1.3%。在美国国内通胀迅速上升的背景下，美财长耶伦等官员则认为，整套对华关税几乎不具有战略意义。为了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至少可以部分取消。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发表文章指出，拜登之所以拒绝降低对华关税，是害怕承担由此造成的政治代价。美国政坛近年来逢中必反的歪风盛行，一旦降税，共和党给拜登及民主党扣上对华软弱的帽子，是拜登难以承受的。据路透社和易普所莫里市场调查公司5月底发布的最新民调，拜登的公众支持率跌至36%，比同期的特朗普还低。如果对华在关税问题上一味的蛮干，对美国自身也有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在拜登政府看来目前与其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就关税问题和中国蛮干，不如发挥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优势，那就是利用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所谓优势，利用美国对国际价值链、国际供应链的这种主导优势，对中国发起一场扬长避短的攻势。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到6月3号已经满100天，目前战事焦点是卢甘斯克地区的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从俄乌双方公布的战报来看，双方在北顿涅茨克的争夺已经白热化。当地时间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卢森堡议会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俄罗斯目前已控制乌克兰近1/5，约12万5千平方公里的领土，俄乌两军战线长度超过1000公里。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在周一播出的新闻中，向美国新闻网站 Newsmax 透露，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每天都会有60至100名士兵阵亡，另有500人受伤。面对巨大的战场损失，泽连斯基周四通过视频连线出席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全球安全论坛时，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不过，俄方同时警告，向乌克兰提供外国武器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周三，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7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等武器。这款中程火箭系统可攻击300公里外的目标，外界担心乌方有可能利用海马斯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造成严重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对这笔军援回应称，乌克兰若试图使用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这将会显著恶化当前局势。泽连斯基日前承认，乌军面临的形势非常困难。他日前视察了哈尔科夫州前线，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将捍卫国土到最后一人，我们将继续战斗，并一定能胜利。我们在21世纪仍然会看到这样一种非常惨烈的战争，实际上是俄罗斯的悲哀，是乌克兰的悲哀，也是整个欧洲社会的悲哀。那么预防战争是需要这个外交努力，需要妥协，但战争一旦开战，一旦爆发，实际上最受苦的是乌克兰人民。自俄乌冲突于今年2月爆发以来，由土耳其制造的 TB2 无人机已多次帮助乌克兰挫伤俄罗斯地面武装力量的攻击。TB2 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的成功，为其带来了更大商机。近日就有立陶宛从民众身上众筹了500万欧元，为乌克兰购买这款无人机。路透社还称其已经成为推动土耳其国防工业出口的基石。外界认为，土耳其的无人机外交不仅使其在北约内部获得更多的认可，也为埃尔多安阻挠芬兰、瑞典入约计划坚定了更大的决心。另一方面，美国成功鼓动欧盟新一轮对俄能源制裁的同时，自己正加大力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甚至想以更低价购买。作为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拜拉克塔尔 TB2 可执行情报、监视、侦察和武装攻击任务。今年2月初，乌军曾以5000万美元价格买入16架。当时俄乌冲突尚未爆发。值得注意的是，乌国防部当时宣称，这些无人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站在反俄一线的立陶宛政府近期展开了一项众筹，3天时间从本国公民中筹集到近5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00万元，用以购买 TB2 无人机。但作为卖家的土耳其拜卡科技公司直接予以免单。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认为，包括 TB2 在内的无人机已经成为土耳其政府的外交工具，它可能赋予了土方一种新的基本的影响力形式。但俄方对此予以严厉指责。普京就曾指土方行为是挑衅和破坏性行为。
不仅无人机，土耳其政府也利用北约成员的优势地位，对近期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开出交易条件，要求后者停止支持居伦运动和库尔德工人党等反土耳其政府的组织，否则就不支持芬瑞入约。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周二表示，各方目前正在为下一次会议做准备，但会议时间尚未确定。他坦言，加入北约的进程如同身处炼狱，我们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眼下芬兰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继续寻找克服僵局的方法。面对土耳其的强势，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据悉，双方讨论了俄乌冲突对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以及加强北约威慑和防御的重要性。双方同时对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表示欢迎。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外部博弈远不止于此，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制裁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欧盟周三批准了第6轮对俄制裁措施方案，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实施部分禁运，并制定在2022年年底前将从俄进口的石油实际总量削减约90%的目标。但吊诡的是，统计数据显示，美方在施压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的时候，自己却在狂买俄罗斯石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俄罗斯从美国第9大原油供应国攀升至第6位，采购量几乎翻倍。不仅如此，美国总统拜登周二还说，政府短期内无法让油价下降，正在考虑其他方案，比如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分析认为，此举意在缓解美国国内油价高企的压力，鼓动欧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自己反倒是去偷偷的捡便宜啊，这个也反映出美国的实用主义外交。过去的是限制购买，到现在是价格上要做文章，这可能是西方对制裁俄罗斯的一个新方向，或者是一个新思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表示，俄罗斯不会亏本出售能源，尽管制裁造成人为困难，但无论如何，一切都由市场调节。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最近罕见就俄乌局势表态。周二的一场活动上，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但作为局外人，他不会就此事提建议。但他支持政府为结束战争所做的努力。默克尔在俄乌冲突以来长期保持沉默，受到了西方舆论的猛烈攻击。默克尔在东德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因支持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而受到美国等国家的批评。俄乌冲突升级后，德国现任总理舒尔茨暂停了北溪2号项目评审程序。此前的克里米亚危机后，默克尔仍旧强调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对话。4月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点名默克尔纵容战争，并拒绝接待原本打算访问基辅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引发与德国的外交风波。可以说呢，是时代不同了。默克尔时代是俄欧合作最为友好的一个时代，在乌克兰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改变了与西方打交道的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默克尔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反映出现在在欧洲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对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俄乌冲突进入第100天，您是如何来评估俄乌双方这100天来的军事对峙结果？好，俄罗斯呢行动已经到现在100天了。如果是从行动的按阶段来说呢，那第一阶段呢在3月份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顿巴斯，到现在为止呢，那个顿巴斯的地区就2个共和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占领了原先2个州的面积的90%到95%了。这个任务呢，应该说第二阶段是完成了。昨天我听到俄罗斯国防部说要开始第3阶段的任务了。第3阶段的任务呢，主要就是要继续占领尼古拉耶夫州跟那个奥德萨州，还有呢要巩固那个原来的北方的哈尔科夫州的那个已经占领的地方，并且还要扩大。从那个原先宣布的军事目标来说呢，就是要让乌克兰去军事化，要让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呢受到很大的打击。从这一点来说呢，俄罗斯已经做到了。乌克兰的军队呢，从那个伤亡跟被俘的人数加在一块呢，可能已经到了5万多。据俄罗斯说，那因为乌克兰军队呢原先也就20万出头的人，那样呢已经差不多1/4的人已经受了损失了。另外呢，从那个地方来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占领区现在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了。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西方制裁为何没能打垮俄罗斯呢？这个冲突呢，对世界上呢这个其他的国家呢，的确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现在全球化进程受到了影响，世界各国不得不选边站，助长了军备竞赛，助长了非核国家拥核的愿望。这些呢都是美国利用那个俄乌冲突呢对世界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对俄罗斯呢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俄罗斯的 GDP 负增长，2014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以后，受到西方的制裁 ，GDP 也是负增长。今年呢，俄罗斯的 GDP 呢负增长的幅度可能比以前更大。另外呢，受到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现在那个无法在西方融资，那个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冻结，俄罗斯的富豪在西方的资产据说有3000亿美元被冻结。俄罗斯呢没有办法从西方获得那个自己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一些那个材料，还有呢科技合作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的确，但是呢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所以呢从今年来看，尽管那个 GDP 可能要负增长，但是呢卢布的汇率呢在那个下降了很厉害以后呢，现在恢复了，甚至恢复到比以前还强。俄罗斯的今年的粮食呢是丰收，预计呢是1.3亿吨粮食，就差不多人均1吨粮食啊，可以出口3000多万吨。另外呢，俄罗斯出口的主要产品石油、天然气，现在呢因为供应受到影响，价格飞涨。原来的俄罗斯预计呢，今年的那个石油价格呢，也就是50多美元一桶，但现在呢，实际上乌拉尔原油的价格是95美元一桶，当然那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更高了，119美元一桶。俄罗斯呢，现在仅每天得到的油气收入就超过10亿美元。俄罗斯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呢，每个月需要的也就是9.8亿美元，所以一天的收入呢就足以供俄乌那个冲突的1个月的那个军事行动的所需。还有呢，最关键的就是俄罗斯的那个政权相当稳固，普京的支持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反而不光没降，反而有所提升。欧洲已打响对俄能源战，但美国能源署统计显示，3月美国企业自俄罗斯进口石油几乎翻倍。您对此如何看？美国一向是实行双重标准，他自己呢扩大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个美国呢借这个俄罗斯石油呢，因为出口受影响，不得不降低价格。刚才我说了，那个布伦特原油119美元一桶，但是俄罗斯乌拉尔油是95美元一桶。借这个机会呢，美国还在现在压沙特，压其他国家那个增加石油的那个产量，增加出口，压低石油的价格，让俄罗斯呢那个进口收入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但是美国自己呢还借这个机会呢，就是向欧洲推销自己的天然气，压欧洲国家那个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当然，欧洲国家呢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像匈牙利啊，有些国家它还离不开俄罗斯的石油，所以呢，这次呢，欧盟通过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在石油上呢还留了一些缺口，禁止从海运进口俄罗斯石油，但是不禁止从管道进口石油。但是呢，总的趋势是欧洲要那个逐渐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从这点上来说呢，美国是很成功的迫使欧洲呢，不光在安全问题上跟自己保持一致，而且在经济问题上呢，也跟自己保持一致。共同的目标呢，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呢，削弱俄罗斯，拖垮俄罗斯。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出云号准航母为主，组成最大远海编队，派往印太地区进行年度部署。在未来4个月内，将进行一系列演训活动，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出云号编队将参加6月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全球最大海军演习——环太平洋演习2022。这将是日本这艘战舰具备起降固定翼舰载机能力之后，首次参加环太军演。
此次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的印太派遣22编队，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准航母、雾允号驱逐舰、高波号驱逐舰、一艘苍龙级常规潜艇、一架 P-1反潜机、一架 UP-3D 电子机和一架 US-2水上救援飞机，以及部分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编队将从6月13号到10月28号，在印太地区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部署训练。部署途中，停靠港口将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等南太平洋国家，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日本印台派遣22编队计划参加美国海军组织环太平洋2022、太平洋伙伴关系2022、太平洋先锋2022等联合演习，还将和印度海军、澳大利亚海军、越南海军等实施联合军演。这一次日本自卫队组织的远海行动是日本历次印太派遣规模最大、航行距离最远、舰艇、飞机数量最多的一次。日本防卫省声明称，此次部署有2个目标：提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术能力，通过联合演习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国海军的合作，以及加强与伙伴国家的相互了解和防务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自2017年开始，每年都在进行所谓印太派遣舰艇部署训练，每次都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或者加贺号准航母领衔。日本现在呢是变得咄咄逼人，像这次出云号呢，他去在海外呢进行这样的活动更多的就是呢，展示一种呢日本在军事方面向外走的这种迹象。日本呢现在是跟美国呢不断的去加强合作，同样它也是在和亚太国家不断的在加强了军事合作，这些呢都表明了日本自卫队现在是走向海外了，要大力的这种推它的军事安全战略。出云号最初是一艘主要用于反潜作战的直升机驱逐舰，但日本已经开始将该舰及其姐妹舰加贺号改装为轻型航母，使其成为2战之后第一艘可以搭载固定翼飞机的日本舰艇。去年10月，出云号与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进行了起降试验。出云号搭载 F-35B 意味着原本的直升机驱逐舰正式由准航母升级为轻型航母，具备对外打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美国 F-35战机的最大海外客户，计划购买147架，其中包括42架 F-35B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版本。本次演习中，出云号并没有搭载 F-35B 舰载机，但有分析认为，很可能美军的 F-35B 战机会在后续的一系列演练中，在日本舰艇上进行起降演练，以提升双方互操作的能力。日本出云号编队要参加呢，这次的环太军演。那日本和美国呢，他们在环太军演的时候向来会进行一些呢，更加紧密，而且呢，非常保密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科目很多通常呢不像其他的国家不让其他的国家看。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的 F-35B 会不会呢再次落到出云号的航母甲板上？日本呢现在已经把出云号改成了一艘呢多功能的航母了，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近来，日本在军事上的野心不断膨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多次鼓吹考虑解禁集体自卫权。他称，美国仅凭一己之力，连本国都难以保护，日本必须认真考虑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同时还考虑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放宽防卫军事装备对外出口管制。日本自民党今夏参议院选举竞选承诺的草案大纲明确写入，日本要拥有破坏对方境域内导弹发射基地等的反击能力。草案大纲还提及要将日本防卫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防卫省或将年度防卫费从目前的近6万亿日元增至多达10万亿日元，约合5120亿元人民币，是本年度的近2倍。不仅如此，日本还借当前局势大力鼓吹印太战略。据日媒报道，岸田文雄将出席本月10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主旨演讲。岸田出席相会将是自2014年安倍晋三以来，日本首相时隔8年再度出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首相将阐明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我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所需做的努力。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周三在东京发表演讲，针对近期日美涉华消极错误言行及美方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等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美方以推进印太战略之名，煽动亚洲分裂对抗，处处充斥着对华遏制的消极动向。日方积极与美响应配合，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
孔铉又提醒，对美关系不是日本外交的全部，日方不应在日美同盟一条道上走到黑。